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地藏经》。佛法呢，它把这个六道轮回以内，叫六道，我们也叫六道众生。人呢是一个不上不下的中间体，因为底下还有下三道，那上面呢还有天道，天道的下一道阿修罗啊。阿修罗大家还记得吗？有点有点神，妖神之间的，比如说天人嘛，就是正式的上到天堂的生活的那样的一种高级生命啊。而且这个天人的境界和天的层次也不一样，他的寿命、他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哈。但是所以再往下就是人道啊，大家知道哈。那么人道再往下呢是畜生道，猪牛羊狗鸡鸭。啊，这些都是畜生道哈。再接下来就是鬼道，鬼道再往下才是比较深的地狱道，受惩罚的啊。所以鬼道也正是我们所说的阴间啊。那死了之后没被判决，你在阴间啊，就是另外一种世界，普通生命死亡之后的灵魂徘徊的那个世界，就是阴间，也叫阴界啊。像地狱道的话，那就是被判刑，就是你有罪，尤其有重罪被受罚的啊。六道里头也分这个所谓的三界嘛啊，也叫三界六道的概念。那么最高的那个境界呢，叫无色界，就是它几乎没有形体的，没有物质的这个身体啊，所以它的应用、它的饮食、它有欲几乎很少。就是有欲望也很少，就淡到几乎没有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色界，它是有人有色，有长命，又富贵，就是绝对的富贵，它比人间帝王还富贵啊。色界还有欲界，像刚才我们说的忉利天，它也是欲界天，它还是有欲望，但是并不代表有欲望就是最低级啊。但是和人相比的话，那它高多了。就是我们说，你看那个天仙呐，天女啊，天神呐，这些神灵都比人呢强大多了，对不对？所以无色界、色界和欲界在佛教统称为就是三界。记住这个三界呢和六道大约是一个意思。三界是层次上的划分，种类层次的划分；六道呢是笼统的指这个六层世界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子。就觉得这个世界呢，就像一个多层的楼房。可地下室的呢，就是有阴间和地狱。就是它整个一个建筑结构一样的高和低的结构。那中间地面的这块就是到人了，对，人之上呢是住高层的是天人，到天了，对。六道三界整个这一栋超级的大楼房。对，我们作恶多的、贪心重的，就会往下坠。这个呢，做功德多的、奉献多的，就往上升，住高层。佛陀的心有多大呢？他说：“我要解救六道众生。”你比如说往上的阿修罗、天道、欲界、无色界那些都比人类本身高多了，有点我们很难比喻这有点像幼儿园大班的孩子5岁的孩子，就是好吧，我抽空给你们大学生，我抽空给你们讲学去告诉你们怎么样能考上博士那你听起来这个有点，就是说你是那么低境界，怎么教我那么高境界呢？所以释迦佛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类，我们又不能说他是个神但是超越了的生命，他知道人间显了一个人相而已所以他关注点在哪里呢？他不是来光教化人类的，他在借这个人的形体，他在说这些法，告诉大家出路，让众生离苦得乐的引路人
就是所谓的无色界、色界、欲界嘛，三界道师，就是说也叫人天之师。火宅呢，宅是居住的房子所以像我们家乡都说，你这个宅子不错呀，这是指说你这个房子，你的住房对，那火宅呢就是着火的房子，着火的住房。法华经之中就有一个火宅的比喻，它六道这一切众生都形同于生活在这个着着火的这个房子里头。他是这么看的，他的故事是这样说：有一位大长者，就是一位这个大绅士、大贵人一位长者这位长不光是年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社会地位的人，对，又是有一个有道德的人才成为长者。这位大长者呢，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年龄，身体也比较差了但是拥有无量的财富呀，有数不清的佣人所以他的这个家里这个大院子那非常大，他家盖的房子也非常大他的这个孩子也特别多。这个有一天呢，他家这个房子突然就起了大火了，就四面着火。长者没在房子里头就看见这个大房子着火了他的一群小孩子都在里头做游戏玩。这小孩们玩的时候皮得要命他就喊：“孩子们快出来吧，着火了，房子着火了。”孩子理都不理他，像听不见。这他玩的时候那个心呢，就是全在游戏上头。这怎么办呢？这个是我喊半天没用，因为一大群孩子，他捉也捉不过来。突然间有一个智慧的想法，孩子们不是贪玩吗？也喜欢一些类似于玩具和稀奇的宝贝的东西，就特别大声的给孩子们喊：“孩子们先听我讲这个爸爸给你们买了最漂亮、最新奇、最富贵、最好玩的大牛车、大鹿车、大洋车，可漂亮了快来坐车吧！”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其实孩子们对于这个交通工具其实还是挺痴迷的，尤其是在古印度说大白牛车呀，更是罕见的，那是超级吉祥是吧？极为豪华。所以他一喊，孩子们说：“真的，真的，快来吧，快来上车吧！”这孩子们一窝蜂呜就跑出来了。然后孩子一跑出来之后，那个房子咵就塌掉了，就差这一步。三界就如同故事中的火宅一般，充满了苦难和危险，而众生犹如火宅中的孩子。大富长者象征佛陀，无数稚子身陷火宅，慈父怎能有一刻懈怠？佛陀对众生的关爱是如此情真意切。对，这个今天大家应该学到了，就是佛陀所要教化救度的是这个六道三界呀。所以我们对于惊讶的说天神也要救呀，也要救，因为他有欲，有欲就会有贪，就会有矛盾与争执，所以不能获得最终最高境界的那种正知正见。所以我记得呢，有一个我们中国有一个就像一个童话寓言那种故事当中呢，就是有一个富商，就是在外地经商中国古代他那个钱呢，一吊吊的是铜钱，铜钱只能买菜，你要买房呢就靠银子，知道吗？你这弄这一大串，像串萝卜干一样这一大串才能换一个银锭，一小方块银锭，知道吗？一大摞银锭才能换一个银元宝，是这样。这个富商呢，挣了很多银子回来那真沉了几百斤呢发达了，都是大袋子大箱子抬到船上，渡船了走到了这个大河的中央这个河很宽，结果水流又急，
船漏水了，他对面的朋友亲人就喊啊，因为那个船已经快失控了，再往下沉，就快往外扔那些银元宝啊，扔银子啊。这位商人怎么回答呢？就不，我不容易啊，是吧？我上有80老母，下有一群孩子，我穷怕了，我不能扔，死我都不扔。说你再不扔，你就会喂鱼了。说那我也不扔啊。其实说一个人哈，喜欢自己创造劳动所得，这个我们是理解的哈。所以比如说我有钱了，我不去乱花掉，这本身也是爱钱，对不对？这不是过错。但是这个时候是在这个大河的中央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要扔银子，它就不会沉那么快，就保命你能上来了。就是你要命还是要钱啊？所以这个人和钱很有情感，就是死我都不扔钱。那最后就跟钱同归于尽了。没错。所以我的感觉呢，就是我为什么用一个像一栋房子这样来描述这个三界六道呢？再往下的，就是越往下的那个众生呢，就是有罪恶众生，他在地狱之中，不是普通的死亡的那个阴间哈，甚至在无间地狱、阿鼻地狱啊，誓死都不能出来的啊。他们呢，就是说，因为自己的私心太重，私心就是极度的贪心，私心越重啊，就伤害就越大，谁离他近谁遭殃。这种贪心大的众生呢，他做的事情呢，他的一生其实伤害很多人。那么伤的越多，他欠的这个债就多了呀，啊，所以自私心越大的伤害就越大。所以他欠的债多了，就形同于在他身上啊，抢的是钱财啊，金子吧，就一块金子绑在他的身上了。杀一个人算是10斤黄金。你想一想，这个杀2个人呢，20斤黄金。你们跑步试试看，绑在腿上20斤，你看能跑得动吗？因为我们的伤害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一生就做了一次伤害的事儿，不可能啊！你倒闲话，是不是？这也都是伤害，就各种各样的伤害，每一次一个伤害，就有一份重量绑在你的身上，想摘都摘不去，那就叫业啊！所以我们这样比较形象，一个大秤砣，那个中国的秤砣比较文明，是生铁铸造的。你想不用多了，100个秤砣，你想把你扔到海里头，你能浮起来吗？一定会垂到海底，对不对？你伤的越多，沉的就越重，坠下去。你什么时候才能化解了那些伤害呢？你才能飘起来。大家知道这个概念了哈？其实这里头包括，刚才说杀人、骗人。很多把老人家养老命的那个钱给骗走了，棺材本骗走之后，这形同于杀人罪，所以有些老人就自杀。所以你看，这都是罪过，包括懒惰，你爹妈挣的钱，你就是说既不起床，也不干活，又不读书，也不去工作，非常懒惰，懒惰又是一份很大的一个罪恶呀。我为啥说罪恶？你在地球上光造肥料造了多少，吃了多少好吃的，还让这个家人痛苦呀？对，所以这都是罪过。说白活一生就是罪过，打入地狱。你白吃了多少东西，把那个重量全绑起来坠在你身上，变成那么多秤砣绑在你身上，下不下地狱？看看。所以很多这些行为哈，都是要下地狱的。它成为重量，因为都是为了自己所获得嘛，获得就绑在你身上呗。那反过来，那个善良的人
说一看，哇，这人这么穷，我帮他一下；这人好可怜，我帮他一下。我把我的钱买衣服买粮食为你，都为了他人的，这样就会把自己的原来的罪过就减轻了。你看，我欠别人比如说1斤粮食的这个罪过，但是我拿1斤粮食送给别人，很善心送给别人，帮助穷人的时候呢，你就获得了1万斤的升华。那个秤砣就解开了，而且它是回报是1比1万嘛，1比1万的，你欠1斤，获得了1万斤的升华的能量。为什么佛说，你看实在不行的话，你也没有捐房捐地捐宅子，对不对？你哪怕诵念了1句菩萨名号，也都不会下地狱。所以呢，当我们去做一份善心的时候呢，我们的能量就是往上升了。这种能量就好比是一种的氢气球。你想上头像房屋那么大一个氢气球，能拉一辆卡车上天，拉你这个180斤的人怎么样呢？迅速的。你看，慈悲、善良、帮人，这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别人，所以它就轻。所以经常佛教有一句非常好听的问候：祝您清安。清安就是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沉重，没有债务什么烦恼都没有，那叫清安自在啊。所以像大自在观音像那样自在啊，自在的不得了呀，就是叫清安。清安，因为没有业债累在自己的身上，没有那个负担的压力，所以叫清安所以这才是真正获能大自在他就解脱了，从我们所有的就是贪欲而造成的这个因果造成的各种的自己的各种种种的烦恼痛苦中就解脱了，就升华了。所以这个升华你看和下到地狱其实是正好是相反的行为。一个是叫因为自私所以伤害，因为自私而要强行的索取，就已经形成了伤害。那个呢，就是说，就是同情怜悯的利他心凡是利他的就会升华，即使还了债还让自己升华，你看这多好呀！小时候请人算过命的人，你在长大的过程之中，你是不是也在印证着算命先生给你算命的那些结果？比如说你24岁结婚30岁左右生一男孩一女孩等等的这些事情有没有验证？有很多是挺准的。有一个人，他小时候妈妈带他算命，算命先生说49岁有一次大灾。什么灾呢？血光之灾，就是在49岁你可能就没了。小孩子虽然不懂事，但是当人真到了49岁的时候，已经到了叫特别懂事的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害怕这些事情，他就处处烧香拜佛，多做些善事。他每天数着这一天呢，每一天的时候穿着红内衣，系着红腰带，反正身体内外贴满了符等他就是他49岁阳历年的时候，他觉得哎呀，终于松口气今年基本上过去了。元旦1号的时候他有这个感慨。第二天下了一场雪，他必须接送他的孩子，可是就在接送孩子的路上，因为下那场雪，也路过一个大桥，大桥是这样隆起的，下坡的时候车刹不住车，掉河里去了。但是没关系，大难不死就有人看见之后赶快就报警，幸好买的是比较便宜的车，便宜的车就比较轻，一直浮在水面上没沉下去。救护人员来了之后呢，他的车还没沉下水里去就给拽回来了但是他也受伤了，就是不知道是胳膊那个骨头断了还是怎样。他以为49岁就平安的过去了，
可是到49岁那一年的元月2日，就是1月2号，就发生了这个车祸。后来见了我说，这个有些算命真灵啊！他到了临近49岁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尽量多做好事。他问我疑惑的是，我还做了那么多好事，他说我给某个庙里捐了很多钱，我怎么还出事呢？我给他看了看他的相啊，闭眼睛看了看他，我是说你的债务还很大，本来49岁你应该就彻底的永别了和这个世界。事情是发生了，可是你没有死，而且受伤也不大，你不觉得幸运吗？他一听还恍然大悟，哦这样啊，你还说我幸运呢？我说当然了，只是断了一根胳膊，没有发生其他更严重的。如果再严重的话，如果断头呢？在车祸之中有变成什么样的残忍的状态，谁也不知道。就是我们做的错事就像欠债，我们有时候发生车祸撞车，有时候是过去的这个债主，比如说你前世无缘无故杀了一个人，在你今世成为现在的你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他找到了一次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报复你。可能他报复你的方法就是当你在开车的时候搅乱你的大脑，蒙住你的双眼，捆住你的手脚，让你撞死。前几天我收到我们洛杉矶禅堂一位师姐发来的信，这不是清明节的时候，他好心陪他父亲去上坟，给爷爷上坟。到了他那个墓地，爷爷的墓地那个地方，他觉得头昏头不舒服。可是那么熟悉的爷爷的坟，他们下了车之后竟然找不到，祈祷了半天才找到了。这位师姐呢，好不容易这个上完坟回家吧，那么她上车之后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她感觉到她的车呀坏了，就好像自己挂错档了，应该是往前走吧，结果她感觉到往后跑，车往后跑，所以就赶快换那个档，得往前走呀。那车又飞快的往前跑，飞快的，而且这个方向盘也不好使，扭也没用，扭不动。他说这样很危险啊，自动就踩刹车呀，就是刹车也坏了，踩也踩不下去。哎呀，这个惊心动魄呀！吓得是赶快，师父救我啊，师父救我，甚至观世音菩萨救我。最终撞上一个坟头，车才停下来。这有3个可能在墓地服务的工人就看见这个样子，赶快过来看他们。怎么样？撞坏了没有？就打开车门，把他们请下车来。他们倒身体没什么受伤。他说车坏了，刹不住车。那个人好心的，我试试看看。车没坏呀，好好的呀。踩刹车管用，停住车，倒车可以，前进可以，加油门往前跑，一踩刹车能停下。说朋友，你的车是好的呀，好的，可是我刚才上了车，他就不听我的话呀，他就往前冲呀，这是为什么呢？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不一定是开车的时候，你明明很熟悉的一个东西，等操作的时候就不灵。当这一个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好像失去了操控能力。所以我们人生的这个命运呢，我们自己是掌控不了的。第一个就是说，飞来的横祸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生。等长大之后，第二大事情就是你不知道你能不能结得了婚，好不容易结了婚，你接下担心又来了，能生得出孩子来吗？好不容易生了个孩子，将来长成什么样啊？是好啊，是坏呀？
是健康啊，还是疾病啊？是智慧啊，还是弱智啊？未知数，都是未知的。所以后头有这么多的未知的，其实你也细想想，挺残酷的，很恐怖的，这些事情说不定就落在你头上。这些原因都是与我们的功德和罪业有着绝对的关系。所以我们想做的事情做不成，不想做的事情一大堆都来了。这该结婚结不了，该发财发不了，好不容易发了财守不住财。很多人的钱在自己的家里存放，和在自己名下没存过3年，钱又跑了。有个人这个做事情特别的有经验，做木材的生意啊，加工门窗、加工家具卖得特别好，顺风顺水啊，一下存了上千万美金，有了钱了啊，各种投资的骗局的都找你，你投到我们这儿来，一年报酬就是25%。人家这老兄真听，他做生意够滑头的，是吧？请我喝咖啡，我要个带牛奶的都不给，因为有点贵啊，只能给我黑咖啡喝。可是拿他1000万美金，人家就给投出去了，等着回报25%。可是第2年找着帮着投资的人找不着了，那公司就不存在，钱也没了，人也没了，来找我，师父，你能不能帮我找回我的钱来？如果找到之后，咱俩分一半，你请我喝咖啡，连加牛奶的都舍不得给我买啊！你这么抠门，这么抠门的人，我很难想象你怎么拿你1000万美金给扔出去了，最后连人都找不着了。大家思考是什么原因啊？那我的理解就是业太重，佛说业火烧身。业火烧身就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就是我们这个炒锅里头很多蚂蚁和虫子，底下拿着火烧，上头这些虫子会平平静静的待在上面不动吗？抬了左脚抬右脚，像跳舞一样。那种不安定的感觉就是业火烧身。当我有了这个钱之后，这种不安定的感觉就越来越强烈，只要有更好的诱惑来的时候，他就把钱扔掉了。不是他笨，是业力太重。等还没有享受这些钱，钱又从你的手边溜走了其实这都是惩罚，就是我们很多这些我们无法面对，我们自己没办法解决的这些问题，这些烦恼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是冲着苍天怒吼，为什么我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让我很痛苦？我今世也没做错什么呀。我们在问为什么？那这个结果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应该是累积而得来的一切的罪业。罪业就是凡是对他人或者对其他生命所伤害的，而累积出来的负能量。所以我们想让我们的人生少一点这些不吉祥，少一点这个烦恼多一点好的多一点吉祥的，只有请佛菩萨来加持我们。当我们这些罪业一旦变少了，别说消失了就变少之后，你都会吉祥。所以我们应该请佛菩萨来帮忙，帮我们消业那我们自己呢，一定要有恭敬的心，非常非常恭敬的心来念佛，这佛才能帮你。你用最真诚的心将甜美献给佛，我们就得幸福甜美；将美丽献给佛，我们就长得美丽。
比如佛前献花，人就变美。那供粮食呢，让我们丰衣足食；供衣服能让我们健康长寿；供金银，让我们生生世世大富大贵。那在佛的世界里头，你供的这些东西其实与它无关，它是个超越人类、超越地球的神灵。但是护法神在衡量你的时候呢，说原来在人的这个世界之中通常用自己掏出来的财富的多少来表达他的恭敬与爱。人类的价值观就是说，我恭敬的，我爱的，我喜欢的，我就要拿稍微贵重一点的东西来表达着我的真诚。所以在神佛面前表达自己的真诚也大约是这样。我小时候记得跟师父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家这个我忘了是妈妈病重是谁的，他带他那个儿子都17、18岁了，都懂事。那时候看望我的师父呢，他们就提着这个吃的这个油，因为家里很多人是1年吃不到1滴油，所以这个油就很贵。妈妈为了表示真诚呢，卖了1头猪换了2瓶油来看师父。可是我们不知道啊，我是年龄也小，我一看哇，都提着礼物见师父，特别开心，我跟着开心。师父一见面，他儿子说，我用最真诚的心礼拜您。师父说，那1瓶油呢？因为他们在路上藏起来，师父怎么知道啊？可能师父也没故意看，但是这个人一到跟前就跳出一个他把1瓶油藏起来的这个画面就跳出来了。妈妈赶紧说，对不起师父，这个别给小孩子计较。说没给他计较，说你这个供神佛的，你不能自己显得那么抠门啊，对不对回去吧，你父亲的病好了1半了，能不能全好了？那瓶油呢？他不是神非跟你这个计较这件事情。最后后来我在问师父，师父给我解释类似这种事情。他父亲应该脑出血，当场就死，所以来找我们的时候，来找师父救他的时候，其实他活不了几天。但是因为他买了2瓶油来供奉，可是只拿给师父1瓶油的时候，师父帮他了，只帮了1半身体，这1半身体基本康复了，那1半身体怎么帮不进去。说这1瓶油代表你1万年的业力，1万个生命的杀人罪业，难道不值这1瓶油吗？你不知道你自己的罪过多大，对不对？所以那你不是来看我的话，他家那个父亲几天之后就死了，因为来看望师父给他消业做法，他身体好了1半，吓得第2天娘俩赶快再拿回，他半路把另外1瓶油才藏在那个半路那个种庄稼的那个杆儿藏那个庄稼杆儿里头去了，垒着一摞一摞藏那个里头去了完了顺便还拿了一些土豆呀、花生这些食物来师父在教育他。其实那个油我们也没有吃到，其实有一部分用来点灯来供佛有很多的东西都分给其他穷人了。那么就是说你这个心意你在供神佛的时候，你有多大的恭敬，可能得到多大的一种好的正面的回报。接下来大家一起来用最恭敬的心诵念地藏王菩萨心咒，开始。
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哈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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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为
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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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耶稣哈？
为什么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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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耶稣啊，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啊，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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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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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耶稣啊？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啊？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啊？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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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为什
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哈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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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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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耶稣哈？
什么耶稣啊？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啊？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啊？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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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为
耶稣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哈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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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感恩佛菩萨加持，将我们念佛功德回向法界，回向佛菩萨，回向一切众生，让一切有缘人，一切业力消除，让一切病痛消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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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恶缘消除，一切烦恼消除，一切障碍消除，愿大家如意吉祥。经文中多次提到供养，比如将舍宅、财物、宝贝、衣服等供养出来，用于塑化地藏王菩萨形象。请问师父，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做如此大的供养呢？这是个巨大的问题。就光这一部《地藏经》之中，无数次已经说到了，大家做那份功德，尤其是面临就是我们去世的时候，可能会堕入到下道的时候，那佛给大家的出路就是，他的家人还他自己要乐意的去将他的田宅，田宅是什么意思知道吧？他那个田是田地，他种粮食的，就赖以生存的那个地要捐出来，赖以生存的居住的那个房子要捐出来，还有他的宝贝捐出来。我对一个人来说，这几乎是家当啊，这几乎等于倾其所有。比如有100万，这是拿出了80万来了。这佛为什么这个时候在这里讲这个？咱比如说一个孝子啊，一个孝子就是很孝敬的人哈，比如他妈妈得重病，但是也知道妈妈这一生也没做过多少善事，除了对他孩子不错之外，也经常干些坏事啊。要死了，他怕堕入下去，那么这个孩子就有可能
听到这部经之后，说我到一个觉得一个很好的道场，属于妈妈的这个资产，比如说有100万，这样我捐50万，希望这个师父能够超度妈妈啊，不要到这个下三道，不要堕入到地狱中去。其实就等于为他赎罪。如果作为一个孝子，他完全做得出来，甚至是全部捐出来啊！我们也遇到这样的人，而我们看到就是很感动。那佛呢，在这里也是，因为大家一说捐钱呢，捐出赖以生存的田地、房子、宅子、珠宝，其实佛也冒着一个让大家一个误会的这种可能性而说这句话，但是他不怕大家误会，为什么说呢？佛知道世界就是如此的。今天你下地狱，那在人间多少时间呢？几亿年了，你都出不了地狱，对不对？就是你作为你的最亲爱的父母，或者你疼爱的孩子去世了，今天你为他发心出点钱，给他做功德，不让他下地狱，我觉得是非常好，我乐意这么做。很多青年人父母健在的时候都没有想过这个事儿，有没有灵魂，有没有天堂，有没有地狱。但是你最亲的人一旦去世了之后，立刻你开始相信了，哎呦，我妈去哪里了？你总听说过地狱吧？你开始担心有没有在地狱，尤其你做梦梦到他那个场景特别不好的时候，就开始相信了。还有梦到在那里受刑罚的，都有这样的，还有梦到一种很凄凉的景象的，这些都是在下头，不好的，要为他做功德。你功德做少了之后，他还在下头，他只是受的苦累少了一点，对不对？不能往生到天道，也更不能转生到富贵的人道。这是佛所说的，不怕你误会，他看到的世界就是如此，所以就告诉你。所以还有一个告诉大家，父母和祖宗不在地狱对我们的好处，只要你的5福以内的爷爷、曾爷爷、祖爷爷那一代，奶奶也算他们如果在地狱受着极重之苦的话，他后代接下来的5代人没有一个有能得富贵名利的，全倒霉相。因为你们是骨脉相连的呀，知道吗？你像妈妈养孩子的时候，你孩子有点事，你的心马上就痛，心乱了，你又知道孩子得病了，知道吗？这个母子连心呢，那接下来往上追呢，一样。所以你这个血脉相连的这一点是没有人可以改变的，都是连的。他在那地狱受苦，你就在人间倒霉，而且可能你还如果做不好的话，你和他一样下入地狱。别说天道，别说去极乐世界了，去不了的。所以你帮了他们，就等于帮了自己嘛。他在那好才好啊。请问师父，我现在还很年轻，是否需要提前做功德呢？比如为自己供灯。这个悟性非常好，除了点灯做其他的功德都一样把功德做下。所以你的就是说，人稍稍有点年龄的时候，最好把你的该做的事情的时候，趁你年轻先做好它，等于说你的成就之路，将来还叫解脱之路，先给它铺垫好。所以前头有网友说，我的家人不信，家人啥都不信，所以我死了之后呢，生怕他们根本就给我啥都不做，留遗言都没用。那师父我怎么办？那你要早做功德，而不是说今天早给你点一点超荐灯，不是这样，早做功德。比如说你有灯，我说我就是供佛的，让佛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这本身就是非常吉祥的一个寓意啊，是吧？容易让你获得成就，提前铺这个解脱之路、成就之路才行提前做功德。如果生前做过大功德，往生后即使家人没有为他点灯超荐，他也能往生净土吗？没错，他功德到了那儿，其实到他真走的时候，是佛菩萨来接的呀，他就不是死亡那才是真正的往生极乐世界呀。到那儿去之后，再修炼多少年之后，你成佛了，
就是获得就是究竟涅槃的状态啊。嗯，对，和整个宇宙的时间是一样共存的，嗯，并且没有任何的不好。是这样子的哈。有些孩子不太懂事，家里老人供养给师父和道场的财物，孩子之后又要回去。请问师父，这样做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也直白的回答是特别不好，特别的不好。其实等于把老人一把拽向地狱嘛，就是这样的一个过。这样的孩子，我觉得你需要思考。这样就不要说信不信佛哈，你这样懂道理吗？你这样，你和你父母亲之间有没有一份情感了？别说感恩和孝顺了，有没有一点点情感了？就他得了病，你没有伺候，没有孝顺也没关系。你真要是不在乎他下地狱啊，你的孩子将来会好吗？我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询问呢。我告诉你答案，非常不吉祥，非常不。你拿回去的是啥呀？比如说供养道场、供养师父之后，供养出来你拿回去哈，你这个就是包括去拿走了道场的还有师父的财物，未经允许的，你偷着拿走的或者骗取的，这些都是灾害啊，都是下不能原谅的无间地狱的，是很大的罪过。这个大家不懂，所以有些遇上不懂事，一犯个神经病，今天不开心了，后头骂师父、造师父谣言。其实你这一句啊，只要你的师父是一位真正的佛弟子，你这一句就下无间道了，没人救得了。他的人生就开始进入恶鬼状态啊！谁和他接触谁倒霉，他是一身晦气啊，不好的。所以我们在做功德的时候哈，我们所谓布施也叫舍啊。如佛所说，舍一得万啊，做坏事做一也得万，成了10000倍以上的果报。做善事也是10000倍以上的善报。佛所说的，你将你的财物那么多捐出来，尤其是讲你的子女哈，将你财物捐出来这么多，子女这一刻的发心所获得的果报，有6/7还给了做供养的人，做供养活着的人啊，1/7是给往生的人。还记得佛说的吧哈？对，其实是两面都得善果呀。那这样你发了这么大心的时候，你的心还会随着水波纹乱晃荡吗？不会，你就很扎实了。这就是我的信仰，这就是我的追求，这就是我的人生最高的那种向往，是吧？这也是我最好的师父，这是我的道场，我乐意。你的心就定了。定了之后，让你的亲人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你们自己呢，在人间活着，一切美好的成就就在人间形同于已经达到极乐世界一样，一切的美好都会降临在你的头上去，对不对？在人间就创造了极乐世界啊，这样幸福吉祥的人生，不正是人人都追求的吗？所以无论我们今天是否富贵，是否荣耀，我们都有感恩的心啊，还有时常布施的心。记得那个贫女供灯吗？别人都可以熄灭，他就熄不灭，是吧？这个发心供养不是说有大财力的人他发心供养，他叫功德呀。用你的真心去供养，去发心，这才是真正的功德。可是你有这么大的财富，我就比例说，我有1000万，我就拿出1块来。这个是有功德的，但是功德是比较小而已。当和我们的那个罪业相对比的时候，如果你的发心分量太少的时候，它除去罪业比较少呀，所以你得的好处也是比较少，是这样子。所以这部经我们学到这儿的时候，希望大家要好好究竟自己的发心，审查一下自己的内心，
好，要思考了。佛度有缘人呐，一份发心，万分回报。很多过修的几年以上的弟子，很多人修的相貌端庄，家庭和顺，事业兴旺发达。好，祝愿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吉祥如意，健康长寿，功德无量，佛光普照，全家祥和。现在我们开始收功了。搓搓手，把手搓热、搓烫，搓搓脸，双手从下巴到额头，再到脸颊，似哀非哀。再把手搓热、搓烫，干梳头，将食指岔开，指肚适当的用力，手指从前发际梳理到后发际，搓搓手，由上而下拍打全身。先拍打头部，两手手腕放松，在松静的状态下，适当用力拍打。拍打左肩，再拍打右肩。接着拍打前胸，再拍打左边腋下肋下，换右侧，拍打右边腋下肋下。接着拍打腹部，双手放松拍打，慢慢起身，向下拍打大腿前侧、膝盖、小腿、脚踝、脚背。轻轻拍打后腰，往下拍打臀部，按顺序再向下拍打大腿后侧、膝盖后侧、小腿后侧、脚踝、脚跟。继续拍打两腿的内侧和外侧，先拍打左腿，
两手腕放松，稍微用力由上而下拍打。再拍打右腿，继续拍打两手臂，先拍打左手臂，再拍打右手臂，全身拍打完之后，搓搓手，再轻轻地按摩全身，双手似哀非哀，观想，将我们刚刚拍打出来的灰尘轻轻扫掉，扫除烦恼，我们变得健康快乐。同时意念收收收。今天的课程吉祥圆满了，我们明天再见。盂兰盆节在佛教中是超度与解救往生亲人的殊胜日子，在这个季节，我们尤其要为他们供灯，送去光明、富足、安宁。今年，无论你身在何处，都能为祖先献上一份佛光加持的超荐灯。菩提禅修学院特别推出盂兰盆超荐灯，祝往生亲人早日超度，离苦得乐。把握这1年1度的良缘契机，立即参与，让你的诚心化作祖先的安乐，也成就家门的兴旺。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